们好，欢迎收看使用者导向设计的课程。那什么是使用者导向设计呢？使用者导向设计所讲述的是在设计产品、系统、服务时，如何以使用者的角度出发，进而规划与思考，并引导产品、系统、服务的设计。使用者导向设计有个重点在于将使用者的回馈和意见纳入在每一个开发的循环与步骤中，尝试围绕着使用者如何能够完成工作，希望怎样来完成工作来优化，而不是去强迫使用者改变习惯来适应开发者的想法。使用者导向设计有个核心前提，最好的产品设计和服务在于对潜在使用者的需求的了解，将这份了解放在设计的最初阶段。设计师要积极与使用者交流，收集建议，以此为基础来推动设计的进展，并贯彻到整个设计的过程里面。使用者导向设计方式可以得到新的见解，这对所有的设计项目都很有帮助。特别是新产品、新服务在实行改进现有的产品和服务时，这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了解使用者的体验，借此能引导设计师怀疑自己脑子里原来的使用过程，辅助提出新的假说，这样产生的创新也真正能够让使用者被吸引。一个标准的 UCD 流程大致包含定义使用的情境、定义产品需求、设计解决方案以及评估设计成果。另外再加上前置作业的使用者需求调查和后续的使用者满意度评估。需求调查 Identify Needs。UCD 的其中一个核心精神便在于设计出一个有实际需求的产品，并且清楚地定义出其使用情境。这已经是每位设计师都相当习惯的教导，但人会发现市面上的产品很多是在没有一个明确需求的情况下被设计出来的，就好像来自灵光乍现的设计，有灵感先做再说，或是看着市场好像没有类似的东西就决定做了，但是过了许久后才发现该产品根本没有实际上的市场需求，这就是没有从一个明确的需求中进行的设计。听起来没有市场似乎没有什么，但是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产品从设计、原型模型到开模、生产，都是一笔不小的金额。没有市场的产品，不仅会消耗大量的资金、赔钱，甚至会让公司负债倒闭，所以必须认真看待。因此，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实务上，一般会有使用者研究员或市场专家，透过访谈、焦点团体法、问卷调查、情境访谈、流行探索等等方式来寻找可能的机会点。要清楚地了解具体使用的情形的脉络，确认谁会来使用设计师的产品与服务，使他们使用的目的以及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去使用。定义使用脉络 ，specify the context of use。在找到足够的需求之后，便需要更进一步的确定产品的定位与使用情境。这里所说的定位，应该是产品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使用。在实务上，通常情境可以由实际上观察使用者的方式，以及对产品的愿景来定义。定义出的情境都需要非常明确且是合理的，不过度仰赖未完成的技术，以及做过多的假设。这部分在 UCD 上常见的方法有 Storyboarding 或是 Experience Map 等等。定义产品需求 Specify Requirements。在有了清楚明确的使用情境之后，接下来便要更进一步的定义出产品的需求，
使用者透过该产品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对公司这件产品的意义为何，以及到底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产品。因此 UX 专家们在此时需要去定一个平衡点，是使用者所能接受的底线，以及开发者必须要达到的目标。设计解决方案 Create Design Solutions。 在有了明确的目的之后，接下来就要开始做创意发想，会以分散式的方法大量产生有趣的想法，之后就是收敛，并把前面定义出的产品目标与限制加入考虑，产生几个可行的方案。设计师们会开始针对这几个方案制作原型，透过一些方法，例如焦点团体法，进一步了解使用者对不同的方案的感受，而工程师们会探索不同的实作技术以可行性。这个阶段根据不同的产品，可能只需要几张图，或需要做出 minimum viable product， 也就可能做出一个可以完整运作的系统。这就要看这个方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正确而有效地做评估。评估设计成果 Evaluate Designs。 在有了初步的设计之后，透过以低成本制作的产品原型呈现给使用者，公司可以获得评估该方案的可行性以及需要再改良的地方，并将使用者的回馈与感受纳入设计上的考量。这是流程中最重要的部分，借由实用性测试来了解真正使用者的问题，确保产品与服务的品质。后续的使用者满意度评估 System Satisfies， 将产品发售之后，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便是理解使用者的满意度。虽然在过程中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测试，但一直到产品真正发售之后，才真的有第一次被大量的使用和使用者的经验。团队将会发现很多当时没有注意到的使用情境、设计以及技术上的问题，因此制定一个客观且可信的方式来监控使用者对产品的满意度，将会是 UCD 过程中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虽然大多数的设计师都意识到为使用者需求的必要，但他们经常以自身的经验或对市场的调查的结果为准。而反观使用者导向的设计者，他们与承载使用者直接交流，以及了解详细的个人经验，这比研究报告上的统计数据更能展现使用者的需求。但是人们告诉市场调查人员的，并不一定是与真实的情况相符。许多完整的项目在概念发展的后期，都会让使用者参与进来，做些相关的反馈。但使用者导向设计在设计初期构建的阶段，就会和使用者交流，并以此来制定设计的纲领。因为后期才让使用者参与，常会发现要做大的修改就已经来不及了。下堂课介绍使用者导向的设计方法，谢谢大家。